Hello，你好，欢迎来到宫保鸡丁，我是小丁。面前放了一个包裹，一直忘了开它。这个是去年10月15号买的一个东西，去年买了好多东西都没有开箱，都忘掉了。那今年陆陆续续的把它们全部开完，我怕开出来之后，万一少些什么配件，万一有些质量问题，那拖的时间太长，商家就不高兴搭理我了，所以我就要着急的这几天全部把它们开完。那今天就先把这个打开来看一下。这前面已经写着了啊，木工斜孔器，咱们看看它的样子是什么样的。送一个口罩哎，今年口罩特别稀罕的时候，我居然没想到我买的工具里有送的一个口罩，太值了，太值了。这是一个晒东西，可以讲3块钱。这里面有一包配件，待会儿拆开来看。这是一个全金属的带夹具的一个斜孔定位器，拎在手里啊还挺沉的，估计有个5、6斤是有的，全钢的。然后看上去还是挺不错，挺精致的。这个位置是根据木板的厚度来调整它钻孔的位置的。不同厚度的木板啊，它这个高度就应该在不同的位置。然后这个呢也可以调，可以往前调。调完了之后，它可以夹比较薄的板。如果要夹厚的板呢，可以往后调。这颗螺丝是可以锁住的，看上去不错。那这里有一包东西，这个是应该是两边的这个定位的螺丝。有了这个定位螺丝啊，就可以把它抬高到某一个高度，哎，就可以把它固定住。固定住之后就可以打孔了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包配件里面有些什么东西，拆开来看看。这一包呢是模拟的各种木头颜色的斜孔的塞子，钻了斜孔之后啊，可以把这个塞在斜孔上面堵住，然后象征性的送了几颗螺丝。斜孔的螺丝一般是它自带垫片的，大屁股的自带垫圈的这种螺丝。然后这个里面呢是一个钻头的定位圈，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2只钻头和一个长柄的十字劈头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测试这个斜孔定位器，它用起来到底是怎么样？那首先我准备了4个小木块，这个木板呢是1.8厚的，那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调成适合1.8厚的木板所要的位置。好，然后呢就要把这个放进来调一下这个东西，现在松了点，那需要把它往前拧出一点。好，现在这个就非常的牢固了。那接下来就是调整这个钻头的限位块现在哪一个高度，可以先把这个钻头给放进去，然后再把这个限位块套在这个钻头上面，然后把钻头拎起来一点点，差不多1到2毫米，只要这个钻头没有接触到这个金属的底板，然后把这个限位块给跟钻头牢牢的锁住。哎，现在钻头差不多离这个金属底板1个毫米，那然后把这个钻头拿出来。然后第一次使用的时候，给这个3个孔啊都抹点油，这样子钻头跟这个孔摩擦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顺畅。好了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木板就放在这里，然后把这个夹具夹住，然后我们把钻头上在这个电钻的上面，接下来就可以给它钻孔了。这个钻孔的时候有一点需要注意的，就是把钻头先放进去，顶到木板之后拎起来一点点，然后转动钻头，再往下塞，这样子一个就钻好了，然后再钻另外一个。然后这个孔也钻好了。好，现在这2个斜孔已经钻好了，那我来跟另外小木块来进行连接。这个呢，我就尝试这种平的连接方式，把这个长柄的劈头装在另一把电钻上面，拿一颗它的这个带垫圈的螺丝，这种就是斜孔专用的螺丝，还是挺结实的。这个已经好了，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这种的连接。通常呢是会把这个斜孔隐藏在这个内侧里面的那一侧。好了，这个也连接完成了。只是像这种直角连接的时候啊，最好用直角的夹具把它夹住了连接。如果手扶着的话，会稍微有点移位。我现在这边就并不是特别的吻合，并不是很完美。好了，这个简单的测试就做完了。这种平的连接非常的牢固。这种直角的连接也是非常的牢固。如果说嫌这个孔难看的话，可以用这种的堵头把它给堵住，堵住了之后，哎，看起来就
就整体性就好多了。那好，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东西。拼多多上面买的148块钱，它是一个带夹具的全金属一体的全钢的这样的一个3个孔的斜孔定位器，然后呢送了一点小配件，忽略不计，送了2只钻头跟一个长柄的十字劈头。这种斜孔的钻头呢，还是要那么10-20块钱一支的，2只钻头呢差不多就要花掉30-40块钱了。这个一共花了148，如果去掉40块钱是钻头的钱的话，实际上这个只花到了110-120块钱。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。我们从外观上来看啊，虽然对于外观的判断是非常主观的，因为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外形应该是能够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价格148，我觉得是非常超值的，全金属的，也是非常的耐用。刚才试了一下，钻孔也是特别的好用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超值的、适合拥有的一个斜孔定位器。相比之下，我在2-3年前买的无芯工具的斜孔定位器，这个好像也花了将近200块钱，是一个塑料的2孔的，尽管它也比较好用啊，但是相比起这个，我觉得还是这种的性价比更高一些。那本期开箱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素质3连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